1986年11月25日凌晨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正在值班的刑警队长李庆国抓起电话来答道：“我是公安局刑警队。”报案人是沙岗乡教师安洪志，他急促地说道：“今天早上5点，我在野外散步，在通往石油公司大路南侧的野地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下半身裸露着。”案情就是命令。县公安局长龚有昌闻讯迅速赶到局里，立即传达我的命令：一、命令富强派出所民警迅速去保护现场；二、通知刑侦、技侦人员迅速赶赴现场；三、立即报告市公安局。北方的11月已经是寒冬凛冽，清晨的严寒淹没了晨光，冬天显得格外的冷。现在位于福利屯富强街道居民区西侧64米，通往县石油公司的东西路南侧35米，距西面石油公司450米，距南面站前村400米，距东侧通往站前村的东北、西南走向的小路41米处。现场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。一位中年妇女趴在下身赤裸的女尸身上，她哭喊着：“小华呀，你死得好惨呐！谁害死了你呀？”经过调查，死者孙小华系孙家独生女，今年23岁，在县石油公司营业部任出纳员已经2年。24日下午1点从家里出去上班，4点20分离开单位，办公桌上还放着他没有记完的账本和票据。晚上9点，其父曾经到单位去找过，知道其4点20分离开单位的，以为是同对象去看电影了，就没有在意，谁知却再也没有回来。尸体头南脚北，仰卧在开阔的秋番地里，两下肢合拢，上肢向外伸展。尸体上着绿色毛领毛袖的呢子大衣，左下兜内有一白花手帕，折叠整齐，内穿粉红色涤纶制服；右下兜内有一白底蓝花手帕，折叠整齐，内着白底蓝色棉袄，背心线衣、乳罩均在乳房上方，颈部有一条白色围巾环绕，下身赤裸，覆盖了一条棉裤，棉裤外套有一件蓝色毛料外罩。拿开棉裤，在尸体会阴部下方呢子大衣上有一血泊，翻过尸体发现死者大衣襟下面有少量的血迹。法医论证，死者两手均有外伤，系生前挣扎或者是与犯罪分子搏斗所致的。颈部有皮下充血，这表明系罪犯恶境所致。经过提取阴道分泌物检测，见有完整人类精虫存在，说明死者生前有被强奸过程。胃内溶液检验表明，死亡时间为饭后4到6个小时。由于案情重大，佳木斯市公安局的领导带领刑侦和技术人员驱车100多里赶到现场，指挥现场勘查工作。县局主管刑事侦查的副局长孟兆祥认为，这起案件由于发生在野外，路遇的可能性极大，但是由于孙小华账本仍然放在桌子上就走了，被人找走的可能性也兼顾考虑。此案系一人行为，罪犯胆大妄为，心狠手辣。根据胃内溶液检验和石油公司更夫的反映，孙小华被害时间应该在4点30分左右，因此作案时间应该确定在4到5点之间。工作范围从中心现场向外展开，侦查从孙小华所接触的关系人开始，排查时间，排查作案因素，同时开始摸底走访调查。孙小华父母反映，孙小华正在热恋之中，男朋友小张在医院放射线科工作，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2个人发生了争吵，小张已经有2天没有来了，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。经查，案发当天的4到5点，小张正在岗位上，同科的医生都可以证实，这个线索被查否了。在清理孙小华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署名王红的人写给孙小华的3封情信。经查，这个王红是孙小华在技工学校的同学。从王红的信中看出，在学校时孙小华是主动追求过王红的，而且有缠住不放的劲头。
王红的信言辞拒绝，反复陈述不能接受孙小华追求的原因。经过调查，王红不具备作案时间，他又被排除了。线索一个个反映上来，又一个个的中断了，嫌疑人一个个的提出来了，又一个个被查否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的记忆淡忘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受害人家属、亲戚朋友唉声叹气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的侦查员也发出了感叹：这摸不着的底，排不完的队，都80年代了，我们还是50年代的破案水平。80年代破案手段有限，尤其是没有 DNA 采集手段的时候，很难确定谁是凶手。而且这一案件的凶手身份还十分的特殊。案件搁浅了，侦查工作仍处于持续阶段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同类案件又发生了，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。1987年3月7日，县林业青年厂老会计孟凡泽一家正围坐在电视机旁，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电视节目。这个时候，猛地听见了一声呼天抢地的喊声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门被撞开了，老孟的小女儿孟燕光着下身，满脸是血地跑了进来。老孟一家人惊慌失措，妈妈过来搂住女儿：“小燕，小燕，你这是咋的了？”小燕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。她说8点40分的时候，上完晚自习，她往家走。当她走到了六校小桥附近的时候，听到后面有脚步声，但是她没敢回头，她就连忙往前走。刚过小桥，这个人窜上来，一把就把她给抱住了。她挣扎着喊着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那个人就用菜刀放在了她的脖子上：“要是再喊，我就砍死你！”那个人就把她拽到了桥下的涵洞里。孟燕哭着喊着的说着：“求你饶了我，我给你表。”那个人则凶狠地说：“不行，把裤子脱下来。”那个人把孟燕的裤子连鞋一起都给拽了下来，然后把孟燕按倒在了地上。孟燕趁那个人在解腰带的时候，猛地喊了一声：“有人来了！”当时那个人一愣，孟燕这个时候就猛地起来往家跑。孟燕哭着诉说了整个经过。爸爸带着全家人的愤怒到临近的派出所报了案。当公安人员找到他讯问的时候，孟燕早已经因为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了。他只是艰难地说着：“我怕，我什么都没有看清。”1987年6月11日，佳木斯火车站2个老工人在检车的时候，发现货车厢里面有一具女尸，尸体呈全裸状态，右上肢下垂，左上肢向上弯曲，两腿分开。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局迅速查明，此节车厢是6月10日21点50分从集贤县福利屯火车站迁出，中途无停站，作案地点应该就在福利屯，被害人应是集贤人。现场勘查和尸检表明，被害人23、24岁，身怀有孕，死前发生过性关系，初步推断是一起强奸杀人案件。走访调查中，被害人嫂子介绍说，死者赵小红23岁，新婚刚刚2个月，10日下午3点多钟从县医院检查身体回来，天下着小雨，她惦记着开饭店的丈夫，拿着2把雨伞说是去接丈夫回来，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。7月6日下午1时，青年女工张艳娟在自家被奸以后勒死在了卧室的床上，裤子被拽掉，2乳房裸露着。7月26日下午22时左右，55岁的老太太于淑梅去自留地里摘豆角时被扒光衣服强奸以后勒死。9月1日下午，在城郊沙岗乡新发村通往站前村路旁的玉米地里，65岁王桂琴老太太被强奸以后勒死，一件小孩衣服盖在了裸露的下身上，身旁扔着一杆旱烟袋，一根拐杖。王淑琴女儿反映说，开始我和我妈领着我的小姑娘从新发村一起走，到站前村姐姐家里去串门。半路上母亲气喘吁吁的走不动了，要坐下来休息，让我领女儿先走，然后再来接她。到姐姐家我就急忙赶回来，找到分手的地方，未找到我妈妈。谁曾想到前后仅隔了20分钟，
他就被害了。一个在南方服役的军人探家时不解地问道：我在列车上听说黑龙江出了3件大事，大兴安岭着火，双鸭山坠桥，集贤出白条。大兴安岭的火和双鸭山的陈桥我知道了，集贤的白条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个南方服役的军人探家的时候不解地问道：我在列车上听说黑龙江出了3件大事，大兴安岭着火，双鸭山坠桥，集贤出白条。大兴安岭的火和双鸭山的桥我是知道的，集贤的白条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案件让人震惊，因为每一个受害者都脱光了衣服被扔在地上，活像是一条条的白纸，所以叫做白条案件。1987年9月2日，白条案件第21次案情分析会上，会议明确提出：一、多起案件系一人所为；二、案件性质是流氓强奸杀人，杀人是手段，奸淫是目的；三、罪犯应该具备受过打击、对女性感兴趣、性格孤僻、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条件；四、年龄在22岁左右，身高1.7米左右；五、排除了流窜作案的可能。9月18日13时20分，富强街道27位居民徐小春家里闯入了一名歹徒。徐小春反映，当天下午他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没有去上班，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跑进来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他拼命的挣扎，一下子滚到了床下，这个时候大声的呼喊救命来人，这样把这个人就给吓跑了。徐小春提供，犯罪分子身高1.7米以上，20多岁，长脸大鼻子，身着类似供电局收费员的服装，颜色深米色，小3开领，带肩牌，袖头有2道黄杠。邻居王仁焕证实，作案人员脚穿着带红杠的回力鞋，现场提取了回力鞋鞋印。这起案件和前几起强奸杀人案件手段基本上一致，因此应该并案侦查。这起案件是唯一准确地提供了犯罪分子体貌特征、衣着打扮的案件。从衣着打扮和体貌特征入手开展工作，破案指挥部果断地下达了命令。侦查员们开进了县供电局，逐一审查着有供电局收费员服装的电费收费员。9月19日上午11时40分，县农机大修厂的书记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富强派出所。不好了，我们单位马英奎的女儿马向阳上午在家看家的时候被人给杀了，满屋子是血。马向阳是一位技工学校刚刚毕业的学生。作案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。犯罪分子一人，从手段、动机和目的上看，和前5起强奸杀人案一致。群众反映，9月18日下午3点多钟，马家来了一个小伙子，20多岁，身高1.7米以上，穿着2中校服，像是在第6中学读书的学生，还可能是个班干部。侦查员立即赶到了2中，借来了校服，也是米色小3开领，带肩牌，袖头有2道黄杠，和供电局收费员的服装一模一样。唯一的区别只是颜色稍微淡了一点，但是不放在一起比对的话是看不出来的。侦查员醒悟了，徐小春被强奸未遂案件所提供的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和群众反映的9月18日马向阳家来的那个小伙子相似，身着2中校服和供电局收费员的服装相似。难道是学生吗？这可能吗？侦查员们陷入了沉思。难怪这案件。第6中学是重点，指挥部又下达了命令。刑警队长李庆国、指导员江春玉、侦查员王路才和肖作军立即赶到了县第6中学。侦查工作围绕着3个方面展开：一、清查9月19日课间操以后离校的学生，
即9点30分以后离校的学生。2、查清从第2中学转到第6中学的学生。3、查清过去有流氓劣迹的学生。经过班主任老师的认真座谈，学生中间走访发现，高中1年级学生马新野9月19日上午后2节课没有上，具备作案时间。过去是2中学生，18日着2中校服，与徐小春反映的体貌特征相似，从而确定马新野为重大嫌疑人。侦查员赶到马新野家所住的居民区走访，韦主任提供，本委管区在6中念书的只有学生马全武，没有马新野。马全武，负责走访调查的侦查员联想到，这个马全武是不是前几年因为强奸未遂收审过的马全武呢？那个时候只有13岁，马全武和马新野是否是一个人呢？如果是一个人，作案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如果不是一个人，也要把马新野查清楚。当侦查员赶到马新野家的时候，马新野没有去上学，父母都没有在家，只有马新野一个人在家里洗衣服。侦查员审视了马新野的表情，观察到马新野脚上所穿的回力鞋与918案件所反映的一致，底纹与919案件相同，而且鞋面上有血迹，嫌疑上升。侦查员当即向马新野出示了传唤证。搜查其住宅，指纹、掌纹捺印，对比鞋印痕迹，秘密辨认。其他侦查措施也在同时进行着。这一切措施结果证明，919强奸杀人案件系马新野所为无疑。难怪公安局费了这么大的劲，原来是，你看这个小子像个学生，可是不咋地，看长相足有24、25。高兴的人们在不停地议论着。是啊，马新野的长相和他的实际年龄相差太大了，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从网中溜掉了。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从网中溜掉了。正是这个原因给案件增加了难度。审讯室里，马新野低着头，倾听着审讯员的政策教育。此时他是后悔，是害怕，还是其他心情呢？在罪犯和事实面前，他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：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，凡是我做的，我全说。马新野交代说，19日上午上完课间操，我谎称有事情向班主任请了假，来到同学马向东家，发现只有他姐姐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，看我进来，他就闭了电视。马新野交代说，19日上午上完间操，我谎称有事情向班主任请了假，来到了同学马向东家，我发现只有他姐姐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，我进去以后，他就把电视给闭了。我对他说，你给我点钱。他对我说没有，说着就走到了卧室的门口。我上去一把就把他推倒在床上。他问我，你要干啥？我对他说，我说我俩玩玩。他拼命的反抗，撞翻了地桌，电视机也掉在了地上。我拽过了电视天线，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，又掏出了菜刀，照着他的脑袋砍了几刀。他不动了，我就扒掉了他的裤子，强奸了他。随后又搬起电视机，照他的脑袋猛地砸了下去。然后我就跳出围墙，绕道回家了。这时正是放学时间，吃完午饭，下午我又照常去学校上课了。这血淋淋的案件，这人命关天的大事，马新野交代起来是如此轻松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继续交代你的犯罪事实。第一起案件是去年冬天11月24号，那天天很冷，当时我在班里当宣传委员，放学以后和几个班干部打扫教室的卫生，打扫完了天就黑了。我把女同学送到家以后，我独自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边走就边想着刚才送女同学回家时候的情景。这个时候，一面自行车迎面而来了，而且还是个女的，还挺漂亮。我的心猛地一动，砰砰直跳。
送女同学回家的时候，已经萌动的欲望像是火一样就燃烧了起来。我当时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也没有人。当自行车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就猛地一把给她推倒在地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女的就喊救命啊，救命啊的。我这个时候欲火正旺呢，一只手就掐住了她的脖子，一只手用她的围巾堵住了她的嘴。跳过路南的小沟，我把她拖到了20多米远的大田秋番地里面。她这个时候昏了过去，我不顾一切地扒掉了她的裤子，我蹂躏了她。晚上快要到7点的时候，我才回到家里。这个时候，我妈妈有些不高兴地问我：“你咋才回来呀？”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在学校里劳动了。我妈就再也没有说啥。我胡乱地吃了一口饭，一头扎在了床上。这一夜，我怎么也没有睡着。昏睡的时候，我又想到了作案时的情形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，而且我还喊了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我妈妈就跑过来推醒了我。我妈妈跟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别怕，妈在这儿呢。”我妈妈以为我是做了噩梦了。这场恐惧使我病了1个多月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女的，你给她掐死没有？我离开她的时候，她还在喘着气呢，可能是后来冻死的，因为那天晚上特别的冷。你为什么做完案以后又给她盖上了衣服呢？为了不让她死，谁知道她真的死了。这次做完案以后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生平第一次强奸杀人，事后就是害怕，怕看到警察，怕公安局来找我。继续交代案情。事情过去了2个多月，公安局也没有来找我。我看没有事了，心里就又开始痒痒了。转过年的3月7号的晚上，天上还下着小雪。我出去上厕所，正好我就碰见了一个女学生过来了。我跟了她几步，到了6校小桥的时候，我就一把抱住了她，拽到了桥下，扒掉了她的裤子。我正要强奸她，却让她给跑了。放暑假的前几天的一个上午，那天天下着小雨，我想要到新华书店里去买一本字典，从火车站那里走的。路过了铁道货场的时候，我看见从东往西就走过来一个女的，她穿着体型裤，打着花雨伞。我看看四下没人，就假装着避雨，躲到了一节车厢里面。当这个女的走近的时候，我一把就把她拽到了货车厢里面，然后照着她就是几拳。那个女的就说：“你要干啥呀？救命啊！”她还喊了几句。我就对她说：“有钱没有？你要是不给的话，咱俩就玩玩。”那女的说：“你别打我，我给你，我什么都给你。”那个女的吓得就躲到了车厢角上的一块草帘上，自己脱下了裤子。我又扒掉了她的衣服。外面小雨仍然下着。我这个时候站了起来，走到了车厢的门口，看看远处好像是有人向这边走来了。我就急忙返了回去，抽出了那个女人的红布腰带，然后狠命地勒住了她的脖子，直到她一动不动了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为什么又要杀死她？我怕她报案，怕她认出我，我恨他们。马新野这次确实是直接故意杀人了。平心而论，他第一次作案并没有故意杀人的意思，然而人却死了。这也许是他从第一次死人中得到了醒悟。之所以他现在安然无恙，是由于他没有留下活口。留下活口的人，就等于为自己留下了死的陷阱。这种凶狠残暴、痛下杀手的心理因素，使他更加的肆无忌惮了。从这以后，马新野也是一不做二不休，连续作案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1987年6月23号的下午4点，马新野以找水喝为名，闯进了铁路旁一个居民家里。他见一个30多岁的妇女在炕上擦炕，就问道：“你家几口人呢？”“啊，3口人，他爸领着孩子出去了。”那妇女说着就到了后屋了。
马新野随后也跟了进去，上去就把他摁倒。这时候女人就大喊：“来人救命啊！”马新野听见他大声的呼喊，知道会引来人，所以起身踹了他2脚以后转身就跑了。你白天一共作案几起？3起。你怎么会产生入室强奸动机的？我觉得白天一般一个女人在家容易做成，又不容易被发现。那件事情事隔13天的一个下午吧，我去找同学刘强，见他邻居家的院门在开着，窗户上面还贴着喜字。我开门进了屋里，一股香味啊，真是沁人心脾。一个年轻的少妇正伏在写字台上，好像是在写着什么。他看我进来就一愣，我就堵在了门口问他：“你有钱没有？”那年轻的少妇就站了起来：“你是干啥的？进屋干啥？”这个时候我就扑过去掐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按倒在了床上。我又拽过了他的腰带，勒住了他的脖子。你给不给我钱？不给我钱，我就祸害了你。他这个时候苦苦的哀求我说：“祸害他行，可别把他给勒死了。”然后他自己就脱掉了裤子。马新野发泄完兽欲之后，又使劲的勒住了他的脖子，直到一股难闻的粪便味冲出来。死者张艳娟新婚燕尔，怀孕在身，可怜的她哪里知道顺从和软弱，怎么能够唤出犯罪分子的恻隐之心呢？只能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马新野作案以后，又到了学校上了一节自习课，放学回家。马新野，你作案对象有什么选择吗？选年轻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强奸老年妇女呢？我是控制不住，一遇到单身的女的我就冲动。这简直成了畜生，禽兽不如的马新野欲壑难填。一天我路过铁路工区厕所，见到了一个老太太从里面出来了，我尾随其后，来到了一块种着豆角和苞米的原田地里。那老太太就问我：“你来干啥呀？”我瞧着四下没人，双手猛地就掐住了她的脖子，把她推倒在了地上。那老太太快喘不过气来了，她对我说道：“同志，你要干啥呀？我可不欠你的命啊！”我这个时候对老太太说：“把你的裤子脱下来。”那老太太有些不情愿，我就用老太太的腰带勒住了她的脖子，腰带勒断了，腰带折了，我又用她的背心勒她，然后强奸了她。做完案以后，我气喘吁吁的来到学校的时候，已经上课了。老师问我：“你怎么才到？”我对老师说在家里吃饭晚了。1个月以后，即9月1日，课间休息，在学校围墙外的小路上溜达。马新野看见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在前面走着。这个时候马新野心里升腾出了一股欲念，他又把这老太太给拖到了玉米地里。66岁的老人也没能逃出被人糟蹋的命运。在惨死以后，灭绝人性的马新野又拿起了老太太的烟袋，肆意的蹂躏，令人作呕。审讯结束了，审讯记录上清楚地记下了这短短的296天里，马新野共作案11起，其中强奸杀死6人，其中2个人怀孕，强奸杀人未遂5起，真是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。是的，真是他。有人诅咒，有人叹息，更多的是追寻。一个在学校以及家庭表现比较好的学生，怎么能同一个残暴凶狠的强奸杀人犯画上等号呢？白条案破获了，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。然而，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所为，这又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。当人们得知他还不够法定年龄，不能适用极刑的时候，人们的情绪像潮水一般难以平静。尽管一些法律工作者和懂得法律的人主动宣传和解释，但是当人们得知他原来却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绪之中。让我们来沿着马新野年仅16年的生命之路来寻觅踪迹一下。马新野从小生长在工人家庭里面，爸爸在县运输公司当司机。
善良的母亲守着孩子，操劳着家务，一家4口生活得很美满。惹人喜爱的马新野从小就聪明伶俐，3岁的时候，妈妈在黑板上教他写下上下左右，他竟能学得一模一样。到了8岁，妈妈教他小九九，他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背会了。他有的时候拖着小下巴问：妈妈，你看这道题我做的对不对呀？妈，天上咋有星星呢？家里没有姑娘，马新野到了5岁的时候就能哄着弟弟了，帮妈妈干活。到10岁的时候，竟然能帮助妈妈做饭洗衣服了。妈妈高兴极了，逢人就夸：我家的大宝就像是个姑娘似的。马新野上小学1年级，当天就被老师安排当了班长。在班级里，他组织小同学排练节目、课外活动。到3年级就被学校选为学生会主席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学年的前几名，人们都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。1984年，他小学毕业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。入学以后，班主任就提名他当了班长，后来能力突出，又当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。1984年6月，也就是在他14岁的时候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他在学校经常被评为优秀团员、模范班干部、3好学生。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是多么的美好啊！马新野虽说从小就显露出了超人的智慧，但他又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孩子。他在家里玩的时候，经常受到邻居家里的2个姑娘欺负。上初中以后，没事从来不出屋。一次春节以前，妈妈带他上街买东西，一转身，孩子没了。妈妈着急地找着，过了几分钟，他才从胡同里面钻出来。妈妈生气地问他：你去干啥了？马新野却回答：你没看见我们班的女同学在那儿吗？给妈妈气地说道：你这孩子。谁知道就是这样的孩子，后来竟然做下了这震惊全国、骇人听闻的案件。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？简直让人不可相信是他干的，但细细想来又顺乎自然。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优点与缺点都是并存的，只不过二者的比重与每个人的调控不同。马新野也不例外，但是他做出了似乎与年龄不相适应而又超出常人的举动，确实值得我们深思。是啊，一个16岁的少年走上了这样的犯罪道路，不得不让我们考虑一下问题和因素。马新野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不良风气的影响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。虽说他老实，当看到别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免不了也参加过几次。可这些稍大的男孩和女孩却在一起过家家，模仿大人睡觉，偷别人的东西。一次他也被拉了入伙，为他们偷钱包放哨。这些孩子后来有的犯流氓罪被判处死刑，有的犯强奸罪被判15年。这些事情在他交代中说，我们家的运输公司家属区坏孩子多，他们的不轨行为有的我都知道，从小我就受到了感染，后来上学了才淡忘了。马新野在他13岁的时候，一件使他一生中非常痛苦的事情发生了。一天舅舅结婚，妈妈领着弟弟去舅舅家了。晚上马新野召唤着爸爸：爸爸，睡觉吧。马新野的爸爸对他说：你睡吧，我出去一趟。马新野不见爸爸回来，来到了东院李婶家。他家的门挂着，马新野就爬到了窗户上，从窗帘的缝里往里看。这一看，他立即感到自己的脑袋嗡嗡地叫着。赤裸裸的爸爸和李婶的情形使他气愤不已。怎么办呢？敲门？不行，那样爸爸太难堪了。他这样想着，只好在门外等候着。半个小时以后，爸爸从屋里出来了。他在后面跟着走了2步。马新野的心里想着得教训这李婶一顿，于是他又返了回去。砰砰砰，他使劲地砸门，半天李婶才出来。谁呀？我爸爸来了没有？没有。
你胡说，你这个骗子！他握着小拳头气愤地说着。李家女人架不住他的逼问，像是疯子似的拽着马新野的小胳膊来到了马新野的家。一进屋，这个李婶就撒起了野来。爸爸脸上挂不住了，打了马新野2个大嘴巴，把那个女人又给送了回去。第二天妈妈回来了，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和爸爸2个人就打了一仗。爸爸提出了离婚。闯祸的马新野为这件事情哭着跑到了姥姥家里，不敢回来。从这以后，爸爸经常看他不顺眼，发脾气，为点小事就动手打他。妈妈也是无能为力。失去家庭的温暖和爱抚的马新野，他养成了更加内向孤僻的性格。他对人说，世界上女人最坏。升入初中以后，在学校排练节目的时候，与一个女同学相识了，2个人经常在一起作业看电影。后来女同学疏远了他只觉得失去了什么。一天放学，他看见这位女同学在前面走着，他就在后面跟着。女同学进了公共厕所，他也跟了进去，并且拿出了水果刀威胁她。这个时候有人来，就被冲散了。第二天派出所来人把他给拘留了15天。学校知道以后也开除了他团籍，并把他撵出了学校。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，他无法承受。他说，我就好像是看破了红尘，一切美好的愿望全都完了。这个时候的马新野更加记恨女人。转学以后，羞耻与苦闷使他度日如年。他特别怕见到熟人，就连上厕所也要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快去快回。但是马新野并没有放弃学习，他按照学校课程表来坚持学习，按点上下课。2个月以后，母亲给他改了名，托人送到了乡下中学读书了。他在乡下学习的半年中，又入了团，当了班长。望子成龙心切的母亲看见儿子进步了，感到很高兴，但是他没有正面去引导孩子，没有发现儿子的另一面。一个15岁的学生，一个人独自在外生活，业余时间多了，接触的东西也就多了。描写性生活的小说，他爱不释手。充满色情淫秽镜头的录像，使他春心萌动，想入非非。他几乎一头就扎了进去，学习的放松，没有考上高中。他对前途开始心灰意冷。他回到家，父母又托人送到了县城的一所中学，也就是他犯罪所在的学校。虽然又有了读书的机会，但是他整天精神恍惚，无精打采。以前的同学都讥笑他，他自己更感到无地自容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同学的书桌里面偷看了《少女之心》手抄本，他怦然心动，神秘好奇简直使他跃跃欲试。这以后1个星期日的早晨，他起得很早，到浴池里去洗澡。浴池还没有开门，他在门口溜达着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女人在身旁一直看着他。那个女人向他莞尔一笑。马新也问道，你看啥？那个女人向他莞尔一笑，我们玩一下好吗？这里不方便，到那边去。女人上前拽着马新野来到了一个小巷，他脱下衣服躺在地上。这是马新野生平第1次接触女人，简直使他欣喜若狂，如痴如醉了。他1步3回头望着女人消失的背影。如果说他第1次尝到女人的甜头，倒不如说他吞下了堕入深渊的苦果，从此使他一发而不可收拾。他想起童年少年所亲眼目睹的小朋友过家家，以及爸爸和李婶的一幕，他感慨地说，女人不过如此。不，女人不止如此，可他见到的第1个女人又确实如此。我们再来看一看马新野在供述以后的道白。每当我犯罪以后，我就想起初中时候那件事情，对我处理不公，连我一个14岁的少年上学的机会都失去了。
我感到社会不像自己以前想象的那样美好，人与人尔虞我诈，做人就得做人上人，做普通人就得受欺负。我对政府看不惯，我对女人恨之入骨，我想要报复，恨女人我就报复女人的，把他们弄得越磕碜越好。这也许就是他一个16岁的学生走上犯罪道路内心深处的曝光点吧。马新野将度过终生的铁窗生涯，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，这当然是罪有应得。但是如果在他刚刚迈错第一步的时候，有关方面能够积极地拉他一把，如果他没有看到父亲和李婶的一幕，和社会上淫秽色情的录像、小说的引诱与传播，如果他对女人产生朦朦胧胧好奇心的时候，正确的引导，不是遇上第一个那样的女人，如果或许他不至于走到今天的地步。但人生没有如果，接触到邪恶想法的人很多，但并不是每一个都选择同流合污。马新野如此行为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30年前16岁少年犯下了惊天血案，联想到最近公安部公布了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，将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16岁降低至14周岁，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马新野很可能还活着。从1987年到2017年，他今年46岁，不知道他出狱没有。我们只盼望他不要再作恶，因为他的罪就是死10回也不能赎清。